北京正在大量做3件事：囤原油、囤粮食、囤黄金。而历史告诉我们，当一个国家开始大规模囤积生命资源时，答案往往只剩下2种，要么是大灾，要么是大乱。问题是，在一个号称世界第2大经济体、科技崛起、全面小康的国度，为什么突然开始像一个末日幸存者一样，疯狂囤积最原始的生存物资？你以为这是未雨绸缪，但在真正的权力中枢眼里，这更像是为最坏的结果提前铺路。根据公开数据，中国每天的原油进口量已经超过1100万桶，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沙特自身的日产量，而其中每天至少有100万桶以上被直接送入战略储备库，不进入市场，不参与流通，不进入工厂，只是被封存、锁死、掩埋在地下。目前，中国的官方原油储备能力已经可以支撑全国净消耗约180天以上。这是一个什么概念？意味着就算未来半年全球海运瘫痪、海上封锁、能源断供、金融崩溃，中国仍然可以正常运转半年。而且这还只是公开数据。沿海地区和内陆山体中已经建成14个大型战略原油储备基地，这些基地无一例外，几乎全部采用隐蔽式山体洞窟设计，具备极强的防空、防核、防爆能力，现在仍在加速度扩建。国际能源机构曾有分析指出，如果没有中国的持续采购，国际油价早已跌破每桶50美元。换句话说，中国一个国家正在拖住全球油价，而在供应来源上也明显出现去依赖化特征。从印度尼西亚的进口量同比一度增长几十倍，从巴西的采购量大幅提升，从俄罗斯的进口稳定上升，路线被彻底打散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再卡脖子。这不像经济行为，更像是战前的资源重组。截至公开数据，中国粮食总储备已经超过7亿吨，可支撑14亿人口吃整整1年以上。注意，这不是产量，而是已经存入仓库、封存、轮换、受严格监管的食物储备。2020年以前，这一数字只有约4亿吨，短短数年内直接暴涨近1倍。截至2023年底，全国标准化粮仓仓容已经超过7亿吨，比2014年增长超过 36%。具备先进的准低温储藏能力的仓容已经超过 2.2 亿吨，还在继续扩张。而美国农业部的报告也明确指出，中国储存的玉米、小麦和稻谷库存量合计已占到全球主要粮食库存的1半以上。半数，全球的1半粮在中国的仓库里。这不是市场逻辑，这是生存逻辑。因为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里，最深的2个字从来不是贫穷，而是饥荒。从汉朝到民国2000年间，史书记载的恶性饥荒超过1800次。人相食这3个字在史书里反复出现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当经济下行、天灾频发、国际关系紧张时，中国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刺激消费，而是先把饭装满。你能再失去工作，但不能失去米。饭碗要端在自己手里。这句话从来不是口号，而是恐惧。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，截至2025年，中国的黄金储备已经达到约2299吨，并且已经连续1年多保持只进不出的增持状态。这是一个极其罕见的信号，因为当一个国家开始大规模买入黄金，意味着他对未来的某些东西失去了信心。他可能不再完全相信美元、债券、数字资产、金融衍生品、虚拟信用。黄金是最原始的、几千年未变的价值锚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不少国际金融机构推测，中国真实的黄金储备
很可能远高于对外公布的数据，甚至可能是2倍。而自从俄乌战争爆发后，中国黄金增速明显加快，这并非巧合。在一个去全球化、去信任、去规则的世界，黄金不需要协议，也不需要信用，它只需要重量。当一个国家宁愿把钱换成这种古老的不能再古老的金属，也不愿意投给现代科技、刺激消费或发给百姓时，说明在最高决策层眼里，未来的世界已经回归到最原始的价值判断：谁有粮，谁有油，谁有金，谁才有命。这3件事叠加在一起，能说明什么？他不再相信繁荣会自动恢复，他开始害怕秩序会彻底崩塌。他已经在为长期封闭、极端不稳定，甚至最坏场景做准备。而普通人还在被鼓励投资、买房、生孩子、加消费，储备的是他们的钱，囤积的是他们的命。这是一场无声的前奏，这很可能是一场巨大风暴来临之前的备战期。只是这一次，在名单上需要被保护的人里面，并没有中国普通人。原油、粮食、黄金已经就位，但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，并不是这些囤积，而是同时发生的另一件事：钱正在被围起来。最近这些年，外汇出境被层层加码审批，企业利润转移更难，个人换汇门槛越来越高，大额资金跨境流动变成一场审批马拉松，一场交易被重点监控。越来越多的人发现，钱还在银行卡里，但已经不再真正属于你。与此同时，市场上开始频繁出现各种传言：机场深夜飘过不明白色烟雾，内陆突然加强防化演习，港口封闭测试，部分区域开展极端应急保障推演。官方说是演练，是误会，是常规操作。但是你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，再看看前面的3大囤积物资，只会产生一个念头：如果一切都只是为了常规，那准备的也未免太齐全了。真正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：他们在为谁准备，又在防谁？一个残忍但必须面对的现实，普通人正在被排除在安全计划之外。如果一个国家真的是为了人民，那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？发钱、减税、补贴、降低负债、修复信心、重建消费。但是现实却是相反的。这些年你看到的是房地产暴雷、地方债高筑、企业裁员、年轻人找不到工作、中产一夜返贫、小商户成批倒闭、居民收入增速放缓，生活成本却没有降下来。钱没有发给你，产业也没有救你，福利更没有轮到你。钱变成了油，钱变成了粮，钱变成了金属，深埋地底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在决策视野里，个人舒适这件事优先级已经被无声删除，只剩下一个核心命题：如何在最糟糕的未来中，这个系统还能活下来，而不是你能不能活得更好。越来越多的异常不像巧合，而像预兆。这几年，全球不稳定系数呈几何倍数上升，地缘冲突此起彼伏，全球供应链反复断裂，海上航线频繁受阻，极端气候不断出现，粮价、能源价格持续波动，国际金融系统高度脆弱，大国关系逐渐阵营化，信任被切割，贸易被政治化，技术被武器化。你以为还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，但实际上各国都在悄悄回到丛林逻辑。而当丛林法则重新成为规则时，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货币与股票，而是活下去的基本物资。所以你看到的这3件事，不是发展战略，而是生存战略。你以为这是过度防御，但他们认为这是最保守的选择。
如果一切继续恶化，未来最可能出现的3种情景，不做预测，只做逻辑推演。第一种可能，长期半封闭状态，世界被分阵营，贸易收缩，外部环境持续恶化，中国被迫进入某种自给自足模式。这种情况下，粮食、能源、黄金就是硬通货。普通人会发现，选择变少，机会变少，边界变多，自由变少，稳定被反复强调，但生活却越来越紧缩。人会被要求忍、等、扛，相信未来，但代价是时间和一整代人的机会。第二种可能，突发性全球性危机，一场你无法预测也无法掌控的剧烈变化突然发生，可能是金融，可能是战争，可能是大规模天灾，也可能是多重危机同时到来。一旦触发，优先保障的只有3个领域：能源、粮食、国家核心结构。从历史经验看，当风险变成现实，第一批被牺牲的一定是边缘人群，没有权利、没有资源、没有身份、没有渠道的人，只剩下最原始的生存竞争。第3种可能，极端环境下的强管控。当压力不再可控，秩序就会被强制维持。届时最重要的就不是个人权利，而是整体安全。而每一次历史上的极端阶段都会重写很多人的人生轨迹，差别只在于你能不能提前意识到变化，又有没有为自己预留另一条路。最讽刺的地方是，一切早就写在明面上了，这些数据全部来自公开渠道，囤积规模、储备数据、仓储能力、进口暴增，全都可以查。他们没有隐瞒，只是大多数人忙着工作、贷款、孩子、房租，没有精力去一条条拼起来看。所以你以为世界照常运行，但事实上，世界正在悄无声息地切换模式。大多数人只能在切换完成之后，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迟到了。就像地震前的动物早已感知到了震动，只有人类还在低头刷手机。真正令人恐惧的不是储备本身，而是时间差。历史从来不是突然改变的，它只是不声不响的加速。真正可怕的并不是他们在囤原油、囤粮食、囤黄金，而是当某一天你意识到这一切意味着什么的时候，往往已经来不及了。